大家好，我係三百佳，感謝上集有份參與投票嘅觀眾，當中 Sony A7000 同埋 DVLA Dion 兩個真係打到難分難解，最後 Sony A7000 只係以2票之差，微微咁勝出，成為今集節目嘅主角。Sony 今期嘅家庭影院出咗2件旗艦級嘅產品，一件就係我之前介紹過嘅 HDA9，而另外一件就係今次嘅主角 A7000。但係無論 Sony 嘅市場策略上，或者係家庭影院愛好者嘅眼光咧，全部都投放喺 HDA9 嘅身上，真係萬千寵愛在一身。反而 A7000 作為 Sony 3巴旗艦級嘅產品，就淪為大配角，俾人感覺係次一級。但係唔係真係咁差呢？我哋不如首先睇睇外觀設計先，外形比較平實，四四方方長條形。將所有各位各粒頭嘅位置設計成圓圓潤潤咁嘅樣啦，整個 design language 就延伸到佢其他嘅周邊產品，包括佢嘅超低音 SW3 同埋 SW5， 同埋後置無線環繞聲喇叭 RS3S， 好怕記錯呢啲型號名啊！雖然我估計 SW 應該係代表 subwoofer 啦，RS 應該代表real speakers 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學下 Bose、Sonos、Apple 呢啲品牌，俾一個較為人性化、易啲記嘅名啊？並且唔好用呢啲咁冷冰冰嘅英文字母同埋數字。雖然對 Sony、三星、LG 呢類傳統嘅家電品牌產品線太多太重複，可能真係有一啲難度。因為佢哋嘅產品大多數都係以一次性為主，未必能夠容許跨代共用，唔似得 Bose 或者 Sonos 呢啲品牌嘅產品生命週期相對較為長一啲。咁呢度就唔講太多啦。想聽多啲有關呢方面嘅朋友仔咧，可以睇翻我之前介紹 Sonos Arc 嘅影片。講翻 design language 方面，整個3巴系統都有一個統一嘅風格，都係以黑色為主調，配以一啲銀灰色作為一個點綴。咁其中超低音 SW3 同 SW5 唔單止可以用喺 A7000 身上，佢仲可以用喺另外一個頭先提過嘅旗艦 HDA9 上面。但係個人覺得用喺 A9 上面就好似有啲格格不入，有啲違和感。感覺上佢哋兩個好似唔係太相近嘅 design language， 或者係因為顏色嘅問題啦。關於呢方面嘅設計或者用色嘅問題，其實我喺之前有關 Sony HDA9 嗰集咧都有分享過嘅一啲意見。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喺資訊欄內揾翻相對應嘅影片。另外呢支3巴嘅頂部，除咗左右兩邊佢會用啲布料嘅物料啦，去覆蓋住佢向上發聲單元之外咧，佢頂部由中間開始啦嘅位置，大部分咧都係以玻璃物料去覆蓋住嘅。由於用咗玻璃面板嘅關係，就有機會咧導致到反光問題，反射到電視熒光幕嗰個問題。由於陳列室嘅光線比較充足，比較光猛咧，就或者會較難察覺呢個問題嘅。如果朋友打算係會有嗰個習慣喺一啲比較昏暗嘅環境裏邊去睇電視嘅話咧，就到陳列室試機嗰陣時咧，就要留意下呢個問題。Atmos 聲道佈局 ，Sony A7000 3巴系統究竟能唔能夠符合我對 Atmos 最基本嘅 5.1.2 聲道佈局要求呢？如果有朋友唔知我喺度講緊乜嘢叫做 Atmos 基本 5.1.2 要求嘅話咧，歡迎睇翻我之前嘅影片，影片連結可以喺資訊欄裏邊揾到。哇 ，Sony 呢支單巴一支3巴，自稱能夠已經呈現到 7.1.2， 咁即係唔需要任何嘅超低音 subwoofer 或者係環繞聲喇叭就能夠呈現到 7.1.2 聲道。如果咁樣講，咪完全符合到我對 Atmos 基本 5.1.2 要求，仲有多添。咁夠鐘收工啦，可以唔使講啦。咁等，相信一直有睇開呢個頻道嘅觀眾，你哋咁精靈，就梗係冇咁易相信呢啲咁嘅 sales talk 啦。我哋首先將乜鬼嘅 7.1.2 啲 sales talk 咧放埋一邊，睇睇佢嘅喇叭單元佈局。天空聲道方面，3巴頂部左右兩邊都有一個向上發聲嘅單元，
營造頭頂天空聲道嘅音效，所以咧係符合到基本 Atmos 5.1.2最後一組數字2佢嘅要求。再嚟睇睇耳仔水平聲道喇叭單元佈局，注意我講緊嘅係單元佈局，而唔係 Atmos 嘅聲道佈局。呢支三巴有啲乜嘢呢？入邊有5個前置嘅喇叭同2個重低音喇叭，其中我想提一提咧，呢2個 Sony 自稱係重低音嘅喇叭咧，喺我個人覺得咧，只算係中低音喇叭單元嚟嘅啫。如果以 Atmos 3層架構表示嘅話咧，中間一組咧數字一定係0嘅，因為呢個低頻係唔能夠滿足到家庭影院嘅要求。雖然你見到 Sony 真係喺呢方面係做過啲手腳，落過一啲功夫，我相信聽歌極其量勉強啦都可以嘅，但係睇戲就一定要加添重低音 SW3， 可以嘅話咧，我更加建議係加添 SW5。當然呢度係個人意見啦，特別係如果你本身冇聽開呢類嘅產品，即係你睇戲都係用緊電視嘅 speakers， 可能你落一支 A7000 你已經覺得好滿意，咁你跟住就會 period 停頓，唔會繼續買，咁我就唔希望你哋係咁玩法嘅。跟住嚟睇睇呢一支三巴最左右兩邊，每邊都有一個 Sony 中文叫做梁型嘅高音單元，就唔係 CY 梁振英陣營嘅梁型。梁型個梁字係咩呢？就係橫梁嘅梁字，繞梁三日入邊嘅梁字，用繞梁三日嚟形容三巴，又幾貼切喎！我中意，好掂呢個名，唔知係咪 Sony 自己作嘅呢個名？咁我真係冇去考究，但係好可惜今日唔係講緊成語動畫廊。有興趣了解繞梁三日成語故事嘅觀眾，可以試下喺 YouTube 度揾翻呢一集成語動畫廊翻嚟睇睇。中文名就叫做梁型嘅高音單元，但我個人都唔係好中意呢個名，我中意喺前面加多個橫字。打橫嚟講個橫字，唔知道台灣觀眾明唔明白廣東話打橫嚟講係咩意思呢？或者我用橫行無忌去代替打橫嚟講會好一點啦吓。咁我中意用橫梁型嘅高音單元去形容呢個單元啦。如果記得我之前介紹 Bose Smart Soundbar 900係用咗長條型去形容呢一類嘅單元，咁睇嚟用橫梁型呢個名會更加合適。咁你可能會問，做乜三巴街無情情又提起 Bose 嘅？咁你睇下 Sony A7000 呢個橫梁型嘅喇叭單元，同埋 Bose Smart Soundbar 900嗰個橫梁型嘅喇叭單元，無論位置同埋功能都可以講得上係一模一樣。連從前一直以創新自居嘅 Sony 都要向 Bose 咁樣學習，亦間接證明咗 Bose 嘅設計真係幾優秀喎。連同業都要爭相仿效，咁冇計嘅，好嘢就梗係多人抄噶啦。除咗 Sony 之外，仲有喺 Bose 900嗰一集我提到嘅 Samsung Q800A， 不過人哋就用喺向上發聲單元嗰度，佢就唔似呢啲放喺耳仔水平聲度嘅左右。咁但係個功能相信都係大同小異。好啦，翻嚟 A7000 三巴主體，雖然 Sony 透過唔同嘅技術希望模擬出一定嘅環繞聲效果，但係以 Atmos 3層架構嚟講，耳仔水平聲度第一組數字只係得3，並不是官方話俾你聽嘅7。如果勉強要講感受嘅話，講緊一啲比較抽象嘅嘢，感受極其量都係得個5啦。我俾多出嚟嗰2個係耳邊附近嘅位置，係冇可能令到你真正得到好似後置環繞聲喇叭所提供到嘅效果。所以如果硬要我講成7，我覺得就唔係太合理嘅。既然單獨一支三巴唔能夠符合基本 Atmos 5.1.2 要求嘅話，咁點搞呢？
點樣至能夠補完變成一個完整嘅 Atmos 5.1.2系統？首先我哋要補完第一組數字，就係買佢哋嘅後置環繞聲喇叭 RS3S。如果用3層架構表示嘅話，呢對環繞聲喇叭就係 2.0.0。第一組數字係2，因為只係提供咗2個後面耳仔水平聲道，冇重低音又冇天空聲道，所以最後嗰2組數字都係0。如果將呢組環繞聲喇叭加入 A7000之後，耳仔水平聲道就會由一支巴所提供嘅3個聲道，再加埋後置環繞聲提供嗰2個聲道，前邊3個，後邊2個，就會令到第一組數字嘅總數由3增加到5。如果成個系統嚟講呢，就會係由 3.0.2 增加變為 5.0.2。剩翻落嚟，我哋要處理就係中間嗰組數字，中間嘅數字係代表重低音嘅數字。咁好簡單啦，只要買重低音 SW3 或者 SW5 就能解決呢個問題。咁追加咗呢2件產品之後呢，就會令到成個系統變成一個完整嘅 Atmos 5.1.2嘅系統。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劈埋咗一邊嘅 7.1.2 銷售術語呢？ Sony 宣稱喺單一支3巴環境之下能夠提供 7.1.2。咁假設佢講嘅 7.1.2 係有可能發生先啦。咁樣我哋將 A7000 連上超低音 SW5， 咁中間嗰組數字係咪會由1變成2？咁然後我哋再添加後邊嘅環繞聲喇叭 RS3S， 咁樣最前一組數字係唔係就會由7變成9？即係由 7.1.2 變成 9.2.2？ 咁 Sony 嘅答案呢，話俾我哋聽就係 sorry， 你仍然只係得 7.1.2。 咁即係代表咩啊？即係追加咗呢啲產品之後，只係能夠替代之前所謂嘅模擬或者虛假嘅聲道，係被真實嘅聲道取替，而唔係增加整個聲道佈局。咁樣亦間接證明咗呢個 7.1.2 嘅陳述當中需要存在一定嘅幻想或者叫水分啦嚇。咁呢個係一個主觀嘅感覺，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知道自己買緊嘅係乜嘢。呢一刻你買嘅係 A7000 再加超低音，再加埋後置環繞聲，你得到嘅真實聲道係 5.1.2， 一個完整 Atmos 5.1.2 嘅系統。能唔能夠感受到多出嚟嗰2個模擬耳仔水平聲道呢？就係一個好主觀嘅個人感受。相信有睇開呢個 channel 嘅觀眾都知道，我3巴街更建議嘅 Atmos 聲道報告係 5.1.4， 即係最後代表天空聲道嗰組數字由2增加到4，前面2個，後面2個。但係要達到呢個效果，我哋就要等到寂寞嘅夜深，等 Sony 已經公布咗嘅後置環繞聲 RS5 出街。個人咧就好期待呢件產品嘅效果嘅。RS5 用 Atmos 架構表達嘅話，應該會係 2.0.2， 2個後面耳仔水平聲道，再加2個後面向上發聲嘅單元，即係天空聲道啦。咁初步嚟睇呢，無論佢嘅外形設計同埋喇叭單元佈局，除咗顏色之外，佢係咪好似同 HT-A9 有啲似樣呢？仲有另外一個賣點就係 Sony 會將而家 HT-A9 獨佔嘅360 Spatial Sound Mapping 技術下放俾 A7000 都能夠用喎。雖然我個人對呢個360 Spatial Sound Mapping 嘅技術效果就有少少保留，但係有總好過冇。仲有一樣特別嘅地方就係呢個環繞聲喇叭 RS5 係可以完全真無線咁樣操作。真無線係咩意思呢？有啲似 JBL 巴 9.1 嘅走軌式環繞聲喇叭啦，就係連電源線都唔使接噶啦。咁當然你事前就梗係要插電啦。Sony 提供嘅 Model Answer 話俾我哋聽 ，RS5 插滿電可以用10個鐘咁多喎，同埋 RS5 提供咗快充功能，大約用10分鐘就能夠插到約90分鐘嘅電量。
咁當然呢啲數字去到真實環境應該就要有個折扣嘅。咁另外 Sony 今次比 JBL 更優勝嘅地方就係佢除咗可以全無線咁樣使用之外呢，佢又可以容許你接翻電源線，好似平時我哋而家見到嘅後置環繞聲喇叭嗰個使用方法。咁所以今次 Sony RS5 嘅設計呢，我個人覺得就絕對唔係 hea 做嘅，係有諗過嘅，所以我會俾 like 佢嘅。當然要聽下實際表現才知道係咪咁正啦，但係單從規格嚟講，我又覺得冇得輸。另外要提一提佢嗰個輸出功率，亦比舊一代即係渣啲嗰個，即係而家你買到 RS3S 嘅環繞聲喇叭呢，大少少，咁多啲點都好過少啲。咁所以整體嚟講呢，我睇唔到有咩理由你要買 RS3S 咯，除咗價錢之外。音效格式支援方面 ，Sony A7000 係攞滿分㗎啦，完全支援到兩大 3D 音效格式 Dolby Atmos、DTS:X 同埋其他格式，好似 Dolby True HD 啊、DTS HD Master Audio 啊、PCM 等等等等，咁我就唔講一一列出啦。咁呢方面係滿分冇問題嘅。跟住嚟到環節就係機器同機器接口部門，三巴雞今次玩嘢啊，用嗰啲咁嘅名。簡單嚟講，即係機器同機器之間嘅傾偈聯繫嘅橋梁。講到咁複雜，做乜鬼呢？即係三巴同電視呢兩件機器之間係要通過 HDMI 線材連結喺埋一齊。其中最重點就係講緊個接口 HDMI ER 嘅接口。咁 A7000 就唔單止提供咗 HDMI ER 插口俾你連接去電視啦，佢仲提供咗一個額外嘅 HDMI 輸入插口，一個光纖輸入，一個 analog 嘅輸入。最特別，佢仲提供咗一個 USB 插口。咁可能你覺得冇乜特別，好多三巴都有，但係一般三巴提供嘅 USB 接口呢，都係俾你愛嚟做一啲 service 嘅，即係可能係一啲firmware upgrade 啊，或者係維修服務諸如此類嘅工作啦。咁但係 A7000 個 USB 係用到嘅，佢支持到音樂嘅播放，呢一點絕對係值得讚嘅。但係個問題係嗰個位置喺後邊就唔係咁就手嘅，即係唔係咁容易俾你去更換 USB 手指。咁可能需要一啲 USB 延長線啊，或者你用USB 外置嘅硬碟啊，會較容易咁樣去比手指或者硬碟更加容易去更換啦嚇。不過相信大部分人而家我諗都係用緊串流音樂為主啊嘛，應該唔會咁樣插隻手指去聽。我唔敢肯定啊，不過都係嗰句，有總好過冇。由於機背嘅接口係安排喺機後邊嘅凹咗入去嘅地方啊，如果你要接一啲比較bulky嘅嘢啦，例如 Google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呢一類嘅裝置嘅話，或者係咩小米有支 TV stick， 即類似 Chromecast 嗰類嘢，唔記得個名添。你要插落去，我諗係夠位嘅。更加重要就係呢支三巴唔單止能夠支持一般嘅 HDR 或者係 Dolby Vision 嘅通過，佢仲支持到 8K 60個 Hz 嘅 HDR 同埋 4K 120個 Hz 通過。咁係市面上我諗唔到有咩其他產品能夠提供呢個功能。咁當然 Sony 嘅 A9 就都得啦。自動調音方面，呢方面我會俾幾高分嘅。因為佢擁有一個好似 AV 擴音機嘅功能，就通過佢音響系統入邊內置嘅麥克風，咁用簡單幾分鐘嘅步驟就能夠調校到一個適合你聆聽空間嘅音效，咁呢方面係抵讚嘅。咁另外提一提呢一類一次性啦，通常都係第一次買翻嚟嘅 set up 嘅工作同埋好多關於呢支三巴嘅設定呢，都可以通過電視機嘅熒光幕，即係我哋見到一個實質嘅 menu 去操作嘅。咁就唔似得市面一般見到嘅三巴，大部分都係一係就走埋支三巴度撳啊，一係就要用遙控器啊，一係就要用 apps 啊，或者幾樣 mix 埋一齊做都見過。咁呢方面呢，我就覺得 Sony 真係做得好好，
特別係同嗰個電視嗰啲 menu 互動。咁當然，如果你係有 Bravia 某一啲型號電視，直情你一啲再 basic 啲嘅3bar setting，而家講緊好 basic 嗰啲呢，都仍然要通過遙控器去做嘅。但係如果你有指定型號嘅 Bravia 嘅電視呢，佢會融合埋佢自己 Bravia 電視個 menu 系統。咁所以如果你真係用開呢度電視呢，咁你又可以考慮翻 Sony 呢個 features。咁我又覺得唔係必要嘅，咁啊 nice to have 啦。無線音樂傳輸部門，主流大陸規格全部落齊，冇咩好講啊，落足料，絕對滿分。AirPlay 2、Google Chromecast、藍牙，冇咩好挑剔嘅喎，基本上滿分。無線傳輸 Hi-Res Audio，Sony 喺呢方面我相信唔使太擔心啦，係嘛大家？咁佢啲 product 都有貼住個 Hi-Res Audio logo 噶嘛，咁仲有埋一個 Hi-Res Wireless 嘅 logo， 咁即係話可以用無線嘅形式傳輸到 Hi-Res Audio 啦。咁係咪傳輸到最高支持到嘅2496，定係更加勁嘅24196呢？呢個無線傳輸嘅 wireless 嘅定義係乜呢？係講緊我用 AirPlay 2都得啊， Google Chromecast 都得啊，定係藍牙都得呢？比較難搞。但係我睇過有啲 review 就講呢個無線傳輸 Hi-Res Audio 嘅達成係用藍牙，我都唔敢肯定。所以都係嗰句，如果你有需要嘅朋友仔呢，就問清楚 Sony 啦。跟住嚟到人類與機器接口部門啊！哇，3巴家又喺度玩乜嘢啊？喺度故弄虛語。咁即係講緊人類同之3巴點樣個 interface 嗰個互動啫。咁 A7000 提供咗啲咩俾我哋呢？一個好懷舊、充滿80年代風味嘅遙控器。哇，真係好懷舊啊！見到呢個遙控器真係咁多年，真係 Sony 唔會變嘅喎。同埋一個我唔會點用喺3巴版面上面有啲輕觸式嘅按鈕嗰啲按鍵，我都唔會用嘅。咁同埋手機 Apps 咯，都係嗰啲叫做人有我有啲大路嘢，冇乜太大嘅重點我想 highlight。咁同埋我唯一 highlight 就係佢嘅80年代嘅 remote 啦。環繞聲喇叭斷線斷聲問題，由於 HD-A9同埋 A7000 嘅無線設計基本上係一樣嘅，所以斷線斷聲問題基本上喺呢兩個系統都係會存在。我去過陳列室試過4次都有試 A9 啦，同埋 A7000。講真 ，A9 我一次都未遇到過呢個問題，反而 A7000 就遇到過一次，係講緊嘅頭一次，即係第一次我試嗰陣時係遇到過嘅，之後3次我就都冇再遇到過嘅。咁我估計而家經過 firmware update，固件更新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當然我唔能夠100% 肯定係咪解決到。咁如果想聽聽我對呢個問題上嘅一啲理解同埋想像嘅話呢，可以睇翻我之前有關 A9 番外篇，應該係第2章嘅影片，影片連結可以喺資訊欄入邊揾到。跟住嚟到完全主觀、絕無客觀嘅聽後感環節。其實我之前每一次試 Sony HD-A9，我都係有試 A7000 嘅，咁所以一共試咗4次。依次序嘅就係第一次銅鑼灣，跟住就係旺角，跟住就到尖沙咀 K11，而最後第4次就翻去銅鑼灣店再試。每一次都係首先我會試 HD-A9，然後就試 A7000 嘅。咁但係差唔多每一次呢，A7000 俾我嘅感覺都係較 A9 為討好。較好嘅意思係講緊電影方面，無論包圍感、環繞聲我都好滿意㗎。仲有天空聲道嗰種氛圍，唔知點解出乎意料。A7000 我覺得比 A9 仲好一點，咁唔敢肯定係咪受到呢幾間分店環境嘅限制，始終唔能夠感受到一啲好清晰嘅天空聲道嘅定位。而呢4次裏邊呢，只有尖沙咀 K11 試嗰次呢，我只會感受到 A9 比 A7000
無論喺空間感同清晰度稍為好一點。而天空聲道喺 K11嚟計，我覺得係差唔多打和。嚟到音樂方面 ，A7000 俾我嘅感覺，佢嘅表現就係不過不失。咁由於呢支三巴主要用途都係我嚟睇戲為主，聽歌為次要。咁如果對音樂有要求嘅話咧，我建議你帶齊架撐咧，就上去陳列室度試清楚，睇下 A7000俾唔俾到你需要嗰種音樂感。個人覺得用 A7000 單巴去聽歌都勉強啦。但我個人覺得點都要加翻個超低音落去，嗰啲聲至個厚度至出翻嚟。觀眾而家徘徊喺 A9 同 A7000 之間要作出選擇嘅話，而你又同我一樣覺得 A7000 出嚟嗰個聲底稍為好一啲嘅話呢，我建議你嘅係首先第一件事去試多幾次，帶自己聽開嘅 CD 或者睇開嘅藍光碟去試。每次都試晒兩個系統 A9 同埋 A7000。咁而第二件事就係試機嗰陣時留意下環繞聲擺放嘅位置同埋後置聲道嘅音量，因為兩次喺銅鑼灣陳列室試 A7000 嗰陣時咧，嗰個環繞聲喇叭就放到都幾貼隻耳仔附近嘅，再加上佢嗰個後置嘅聲道應該強弱啦，佢好似最高校到Max 12，好似我唔記得係咪啊吓，佢好似推到最盡噶，我嗰幾次去都唔知點解喎。咁連我呢啲咁中意後邊比較大聲啲嘅朋友咧，都覺得佢 over 咗。咁我唔知係咪店家好刻意推高後置，令到個包圍感覺更加強烈，都講唔定。我唔係講咁樣做推到最盡係唔好或者乜嘢。我覺得只係你試嗰陣時係需要知道佢係咪已經推到最盡，係咪推到最 max。咁呢方面我覺得係需要知道嘅。給 A7000 準買家嘅建議，如果決定咗係買 A7000 嘅朋友仔呢，我建議首先買嘅就係 A7000 嗰支三巴啦，同埋超低音 SW5，然後就等到環繞聲喇叭 RS5 推出。咁我個人就強烈唔建議購入 RS3S 嘅，因為 RS5 加持之下，成個系統將會升咧。喺規格上，我個人覺得甚至可以講係補完咗 HDA9 嘅缺點。佢唔單止能夠令到成個系統提升到我建議嘅 Atmos 5.1.4 聲道佈局，佢更加追加咗而家只係有 HDA9獨家佔有嘅360 Spatial Sound Mapping 技術。雖然我重申一次，我對呢個技術咧，我成日覺得 Sony 咧係誇大咗佢嘅，但有總好過冇。給喜歡孤單一巴的朋友，你知道我三巴街從來都唔喜歡孤單一巴，你知道我一向都唔建議咁玩，但係我尊重你嘅偏執，我欣賞你嘅堅持，我知道你嘅苦衷，我亦都明白你嘅感受。好啦，今次如果以 A7000 作為基礎嘅話，最低消費我個人覺得就係要三巴加重低音，即係 A7000 加 SW5，SW3 最好都係 SW5 啦吓，一齊買。仲有你嘅聆聽空間唔可以好大，我諗2米左右啦，大概個人覺得。咁當然呢個係無可奈何，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嘅妥協。咁所以最盡噶啦，我個人覺得係要咁買法噶啦。咁當然你可以唔需要聽我噶嘛，你可以淨係買支三巴試一試。但係我好擔心，如果你一向都冇聽開嘅，你淨係聽電視嘅 speaker， 你可能買支三巴你已經心滿意足，咁就停止咗再入火坑啦。咁變咗你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唔完整嘅體驗。我莫講話 Atmos 啦，即係其實我覺得你唔加嗰個重低音落去嗰個，頭先都講咗個聲音嘅厚度會係有少少缺失，因為始終你要明白呢個係物理上嘅問題。如果唔係，人哋都唔會
特別設計咗啲低音俾你啦。咁你可能話 SW5 真係太勁啦，咁你咪用 SW3，都係嗰句，要落場去試，揾出你自己最中意嘅聲音，唔係我中意嘅聲音。OK， 我三巴街作為一個局外人，呢一刻 A9 同 A7000 俾我揀嘅話，我個人都係會揀 A7000。但係如果而家要我真金白銀攞錢出嚟買嘅話，兩部機唔計價錢平貴啦，特別係 RS5 俾我嘅憧憬之下，我都應該係會揀翻 A7000。但係買咗翻屋企之後會點呢？我會唔會後悔呢？呢個真係幾難答你嘅問題，認真咁講，因為一早已經俾人思想植入咗。Sony 無論喺價錢同宣傳上，佢都同你講 A9 係最好嘅。你睇出面嘅評價，唔好講斷線問題呢個問題啦，一般人都認為啲 reviewer 都話俾我聽 A9 係最好嘅。我自己嘅個人主觀感受係咪能夠戰勝群眾嘅主觀感受呢？一個好有趣嘅命題，我個人覺得，究竟我哋係唔係真係有自由意志，定係我哋自己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我哋嘅自由意志會唔會受其他人嘅影響呢？呢個其他人又係邊個呢？台務時間，咁再一次衷心咁多謝各位觀眾有投票嘅觀眾，咁就選出咗今期節目嘅主角 Sony A7000。咁下一集照睇，而家下一集一定會出嘅就係 DVLA Dion 呢支獨行俠三巴啦。咁跟住落去嗰一集會講咩呢？暫時睇落去，因為全部都係個位數字 single digit。就係有3票嘅 Yamaha YSP 5600。咁如果繼續有多啲支持 Yamaha 嘅觀眾，亦歡迎喺下低留言，因為唔敢擔保會唔會俾 B&W Panorama 3啊，或者係其他嘅生巴後來居上嘅。咁我就講咗而家未來節目嘅動向啦。咁所以都係嗰句，有乜嘢三巴依個 list 冇列出嚟，你又想我去聽聽嘅話呢，就歡迎喺呢條片嘅下邊留言寫出產品名字。如果你係支持其他依個 list 已經有嘅三巴呢，都將個名字等喺下低去投票，最高票嘅將會係嚟緊嘅節目度，我盡量抽時間優先處理。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到啦。如果中意呢集節目嘅朋友，請喺下低 comment、like、share， 仲有 subscribe 同埋撳埋側邊嘅 long 啊！我係影音整理員三巴街，希望下一條片見到大家，拜拜。